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山米蒂英人所著的《全速脑：通过锻炼让大脑加速100倍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提升大脑任务处理能力的3种方法；第二，如何更快地完成单一任务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提升大脑任务处理能力的3种方法。许多人可能都希望加速大脑的任务处理能力，让工作、学习或阅读效率达到10倍、100倍，甚至希望能够同时完成多个任务，从而显著提升工作效率。以下是作者提出的2个关键方法。方法1：同时处理多个任务，提升并行度。通过训练，可以让大脑在同一时间处理更多的任务，从而实现多线程的工作方式。方法2：提升抽象度。这是指通过培养更高层次的思考能力，将复杂问题简单化，减少处理负担，同时提高解决问题的深度和广度。对于这些方法，可能一时不容易理解，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解析，让您对每一种方法都有一个清晰的概念。让我们来看第一个方法：更快地处理单一任务，也就是提高时钟周期。所谓时钟周期，指的是 CPU 的处理能力。当时钟周期提高时，原本需要10分钟处理的信息可能缩短为5分钟，甚至3分钟。可以说，它是衡量我们处理单一任务速度的标尺，也可以理解为大脑的信息处理速度。接着是第二个方法，同时并行处理多项任务，也就是提高并行度。所谓并行度，指的是在执行某一任务的同时，还能处理其他任务。这并不是线性思维，而是并行思维的体现。举例来说，在有意识的状态下，我们通常只能同时处理2件事情，但在潜意识状态下，这种能力可以无限扩展。当我们将更快地处理单一任务和同时并行处理多项任务结合起来时，思考速度将会大幅提升。例如，如果您将处理单一任务的速度提高1倍，同时再处理2项任务，整体效率将达到4倍。这可能听起来难以置信，但作者指出，通过书中介绍的训练方法，这是可以实现的。然后是第3个方法，也是最重要的方法，提升抽象度。所谓抽象度，指的是信息空间中的视角高度。当我们提升抽象度，以更高的视角俯瞰事物时，就能接触到更多的信息。通过提高抽象度，那些在低抽象度下看不见的信息也会逐渐显现。如果能够提高抽象度，每次行动所能处理的潜在信息量将会大幅增加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如何更快地完成单一任务，也就是如何提升时钟周期。首先，关于如何更快地完成一件事，也就是提高时钟周期，有几点关键点需要掌握。简单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。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，随着投入时间的增加，我们总能以更短的时间完成同样的任务。这归因于我们的熟练度提高。同样的，时钟周期也可以随着习惯的养成而显著加速，甚至达到2倍、3倍、4倍，甚至10倍、100倍。关键是要将新的、更快的时钟周期纳入自己的舒适区。所谓舒适区，是指我们感到最为舒适的心理和行为空间。作者是一位专注于帮助人们设定人生目标并实现目标的教练。他在教练课程中建议，当我们设定人生目标及未来的梦想和愿望时，应将其设置在现有舒适区之外。这是因为，如果始终停留在现有舒适区内，由于过于舒适，人们会无意识地停留在那里。然而，这样的舒适区是由过去的经验构成的，只要停留在其中，就容易被过去束缚，过着昨日延续的今天。因此，要实现人生目标，就必须突破当前舒适区，构建新的舒适区。最有效的方法是将人生目标设定在现状之外。时钟周期与舒适区的关系类似于目标与舒适区的关系，也就是说，现有的24小时是我们当前舒适区内的时钟周期。如果将时钟周期提升到2倍或3倍，
就好像每天拥有48小时或72小时，这实际上是突破现有舒适区的时钟周期，创造一个新的舒适区的时钟周期。简单来说，如果我们能够将时钟周期加速到当前的2倍、3倍，甚至更多，并让自己逐渐适应这种速度，那么这个新的时钟周期将成为我们的新舒适区，进而让我们感到自在。时钟周期需要提升到什么程度呢？因个人的立场和情况而异。有些人的工作可能对速度要求不高，但即便如此，在一个讲求速度和效率的时代，许多人仍希望能快速且轻松地提升自己的时钟周期。接下来，我将介绍一些有效提升大脑时钟周期的技巧。要提升时钟周期，最有效的方法是习惯化。这意味着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如果能够将每一个行动都加快，哪怕1秒钟，大脑就会逐渐适应这种更快的节奏，从而提升整体时钟周期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具体讲解提升时钟周期的4个训练步骤。步骤1：记录日常行为及耗时。将每天日常进行的所有行为写下来，并记录每个行为所花费的时间。例如，花20分钟撰写工作报告的人，需要先记录下这个时间。步骤2：尝试将时间减半2倍速，努力将每项行为的完成时间缩短至原来的1半。例如，将撰写工作报告的时间从20分钟减少到10分钟。步骤3：挑战3倍速。如果已经能够在2倍速下完成任务，那么进一步努力，将每项任务的时间缩短到原来的1/3。例如，将20分钟的任务压缩到7分钟左右。步骤4：逐步提升至4倍速、5倍速，甚至6倍速。当3倍速目标达成后，可以尝试逐步将任务完成速度提升至4倍速、5倍速，甚至更高。如果可能的话，尝试挑战6倍速。人的时间感和钟表一样，与6的倍数有很强的亲和性，因此实现6倍速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。如果觉得难以对所有行为进行加速，可以选择2到3个行为进行练习。其实，这种倍速训练的行为内容并不限于特定的任务。正如前文提到的，提升时钟周期的关键是习惯化。这个训练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加快行为速度，而是改变日常生活中大脑对时间的感知节奏，从而加速大脑的运行效率。核心目标实现大脑全速运转。换句话说，这种训练的真正目的是加快大脑的反应速度，实现全速运转的状态。有人可能会质疑，改变时间感真的可行吗？其实，每个人都习惯于自己的时间感，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。但实际上，时间感是主观的，并非绝对。时间感的主观性事例，例如生活在1线城市的人与生活在3、4线的人相比，他们的时间感会明显不同。1线城市可能觉得3、4线的人的生活节奏很慢很悠闲，3、4线城市的人会觉得1线城市的人的生活节奏过于紧张。同样，我们习惯将一天等同于24小时，但这只是主观体验，并非不可改变的事实。逐步提升时钟周期的好处：当您逐步提升时钟周期并加速行为时，您会发现体感速度变快，体感时间也得到了延展。例如，当您能以6倍速完成日常所有行为时，您会感受到一天相当于144小时，一周等于1008小时，从而极大提升时间的利用效率。时间的相对性举例说明，比如当您和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约会时，时间似乎一瞬间就过去了，让人意犹未尽；而当您听上司的训话时，却会觉得时间漫长的像是永恒。这说明时间是相对的，而非绝对的。通过这种训练，您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对时间的感知，从而更加高效地利用时间，实现更充实的生活。
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